苏老啊，原来这里你坐镇呐，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啊，我们就不用来了。哎，也是最近的事儿。我徒弟嫌我退休了，在家没着没落的啊，怕我们照顾我，所以给我安排了这么个闲差。你老开玩笑了。秦总，网传革命为杀人犯整形，请问是真的吗？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方便透露一下杀人犯的？李总，请问是真的吗？请正面回答一下，秦总。李总，来了好多记者，说你的病人是杀人犯，先停一下呀。现在怎么停啊？出去。你愣在那干嘛？继续啊！李总亲自进的手术室，护士都没拦住，结果还是白去了。现在估计3堂会审周主任呢。周主任也太倒霉了，碰到了个杀人犯。杀人犯悄悄整形，无良医院成帮凶。静雯啊，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个情况啊？李总，正好跟你沟通，以后我做手术，别让任何人进来跟我说跟手术无关的事情吗？好，我以后注意。你也是得注意注意。你们现在都不核查患者的真实情况是吧？今天这日子是专门挑的吗？啊，不把革命搅和黄了都不开心是吧？这我得解释一下。最近我们内部调整，这2台手术可都没经过我们咨询，都是主任自己定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是杀人犯啊？就你那个刀疤脸，他的脸是车祸造成的。唐总，你上网搜搜赵征，一个山争夺的争，有上新闻的。他之前是开长途大巴，有一次开山路，正好被一个石头砸到脑袋。为了救乘客，他坚持操作，等到车停稳了，他才倒下来。这个新闻当时很轰动的。还真的耶，那杀人犯不是他，是我那位患者，林强。我是个杀人犯，是误杀，我把自己表哥误杀了。你知道玻璃扎进脖子是什么感觉吗？就好像打开水龙头一样，只不过流出来的是血，大概几秒钟吧，半个身子就红了，整个人躺在地上抽搐几下，就没有意识了。失血性休克。这些是我在网上查的，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10年时间我都没能回想起当时发生什么。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监狱里是没有镜子，所以待得久了，就会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但出来之后就不一样，到处都是镜子，玻璃门、电梯、手机屏幕，到处都可以看见自己。我恨我自己，我讨厌我自己，我真的不想再看见自己这张脸了。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由美变丑的手术我做不了，这也是整形医生的底线，你找谁都一样。其实你想改变自己的样子，未必非得由美变丑啊。多有意思啊！这个世界很多人不承认，以貌取人就是人类的常态。就因为赵征长得像坏人，我们就先入为主，觉得他就是杀人犯啊？啊？这有什么区别呢？不管是赵征，还是林强，那一样啊，是革命给杀人犯做手术了。我们是医生，不是法官。林强已经为他的错误坐过牢，他现在的权利跟我们差不多呀。当他来到革命，他就是个患者，患者以前犯过什么罪，都不应该影响一个医生的专业判断。那如果这个案例对整个医院严重不利呢？
这种手术又没有经济效益，那还让格木形象受损，我想不到这个意义何在啊！行了，哎，你别上价值了啊，嗑瓜子那个你也别犟了，还有你，哎，也别表达态度了。这个时候这些都不重要，现在外界的压力这么大，一个患者而已，这手术说不做就不做了，能怎么样？关键是专家那边检查到哪个环节了，有没有什么说法？秦国跟楚老师陪着呢，刚给我回讯息了，他们准备要回去。具体什么情况，等研判吧。舆论已经发酵起来了，先想办法怎么补救吧。媒体这边我去解决，咱是不是也得长个记性啊？知道你们一生心软，人家一说你们就答应了，以后还是我们咨询多把关，你们踏踏实实做好手术就行。至于这个林强，赶快安排出院。不行，是他还得做2期手术呢。还有2期？哎呦，乔主任，现在可不是任性的时候啊！我没有任性。我说的是专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整体设计，是一个整体和谐的审美判断。他做了1期不做2期，那就真是往丑了整了，这我没法答应。我同意乔阳的说法，手术继续。林强的手术是事实，这流言蜚语都会过去的。我们必须要给患者一个好的交代。反正你们想清楚，如果事情继续发酵下去，死者家属站出来反对，那真不是咱手术评级受影响，那是未来咱格木太不利了。就如果手术半途而废，那格木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形象不就毁了吗？要不这样吧，我代表格木去见家属，这样行了吧？你今天也真的够疯的哦。你也不赖啊，人家都冲到手术室了，这手术都不停。不一样，赵真是无辜的，某种意义上，林强也是无辜的。这我能理解，偏见真的可以杀人，要不然赵真也不会请其所有来整形，对吧？你说这个林强，他到底怎么回事？林强有个表哥，叫郑聪，俩人同岁。高考结束那天，2个小孩想到酒吧去庆祝一下，没想到遇到一群小混混，一言不合双方就打起来了。一团混乱当中，林强拿了个啤酒瓶想自卫，没想到错手杀了人，死的就是他表哥。天哪！哎呀，这孩子吧，还从小父母离异，他爸在外打工也不管他，他妈又改嫁了，把他扔给自己的妹妹，就是他小姨。所以他是跟他表哥郑聪一起长大的。这郑聪妈妈应该很伤心，一下失去2个儿子。难怪林强东躲西藏，任谁也说不了这事儿。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说咱们做医生的，对生死早就看淡了，1秒的事儿，太无常了。那他的死也是无常啊。你喝多了吧？明天还得上班，走吧。有问你话呢。林强因为失手杀了人，坐了9年的牢，给自己错误买了单。你呢？要不是你，他根本就不会死。你他妈还在这跟我扯什么无常？喂，你好。哎，干什么？不能进去。这是乔慧吗？这里不能进去。这是乔慧吗？是乔慧吗？
谁呀？哎，是郑聪妈妈吗？你是？我是为郑聪的事来的。我说了，我不接受采访。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我不想提。哎，其实我是个医生，林强的医生。阿强，他生病了。这是郑聪吧？是。他们俩长得还真像。从小出去啊，别人都以为他们是双胞胎。他妈离婚后，就不要他了，说我把他带大的，都不为过。我儿子都交错过多少遍。阿强他得了什么病啊？其实我是个整形科医生。林强来找我的时候，他是想要改变他的容貌，让全世界的人都不认得他。我从来没碰过这样的病患。他说他出狱之后跑了10几个城市，到处打工，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他出狱之后有来找过你吗？他不敢来见我。那你想见见他吗？行，这田中丸确实看着更硬朗。等下周这个假体颅下颌的手术做完，你就更美，彻底改变气质。可是我不是要改变气质啊，我就是想让别人认不出来我。哼，这么怕人认出你，你得躲到什么时候啊？说实话，我就没打算出来。出事以后这10年，我觉得在里边待着才是最踏实的。哎，在里边待的当然踏实，可以心安理得的逃避现实。现在不出来了吗？总得面对的。你说的对，但我就是个胆小鬼。你就当我是个逃兵。反正手术做完我就要去上海了。从老家逃到龙川，现在又逃到上海，你这个逃兵打算逃有多远啊？下一站东北，再远点俄罗斯。哇，我下次见你的时候不会在北极吧？那倒不会，我怕冷。好好休息吧。我身上人多不多？有没有睡会儿啊？还行，睡不着。好消息啊，评级很顺利，4级手术牌照，这把算是稳喽。你这个找权威专家坐镇的想法简直了，天才啊！有楚老加入，那咱们格木可算是如虎添翼。啊，还有，你和乔阳的判断真是对的。林强这些事情现在在网络上热度已经下来了。我那个上海那同学老全记得吗？在上海开厂那个，我跟他电话说了一下，回头就让林强去他那儿工作，老全那儿没问题的。咱们格木啊，回头再发个声明，说清楚林强之前没有就这个身份的事情跟咱们沟通过，这件事情就算彻底翻篇。哎，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放心，我就是以你的名义跟林强沟通的，他特别感激你。是我们是可以发声明说林强他隐瞒身份，保住了格木。那林强呢？林强要面对这么多的恶意，我们再这么做，不是火上浇油吗？我之前没想那么多，我就是看你工作太多了，想替你分担一点。我谢谢你帮我分担，但你能不能问清楚我的需求是什么呢？那你的需求是什么呢？工作越多越好，离家越远越好呗。静雯结婚前我们说好的，婚后你要工作，我绝对支持。你要当一个好医生，我支持你。你要管医院，你要管医务，我都支持你。你做得好，我还替你喝彩。我做这些为什么？我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那我已经让你做了这么多，其他事情你能不能就不要再插手了？我最近真的看不懂，我觉得你走火入魔了。你什么工作都要做，什么名分你都要抢。说到底，林强是
是乔阳的病人，要出差也应该乔阳去出啊！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么自告奋勇，连这种长途公差都出的不亦乐乎。你要一直这样，我们家庭怎么办？我们生活还过不过了？总得有个主次，是不是？不是，我说一句，你说这么多干嘛？我们不就在讲工作吗？你更年期啊？不是你请我吃饭就吃这个啊？这是全菜，还有大餐呢。啥大餐啊？包子啊。包子是大餐啊？大包子。大包子，看你像个大包子，抠的要死。来，我来，就这样2个啊，行。嗯，那不是你以前3院那患者吗？对，方平，金角大王。啊，你带我来术后检查来了？作品回顾吧。没看出来你这么自恋呢。自哪门子恋？有些事儿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想回来看看自己从前的病，或许还能找到答案。又遇到什么困惑了？林强的手术，你别看我跟一帮人顶得那么坚决，其实一个人的时候，我老问我自己，这手术真的该做吗？林强这个手术，我是这么想：假如求美者呢，他有1万个人来让我们把他们变丑，那我们就应该拒绝他们1万次。但林强偏偏就是这第10001次，他现在要承受这痛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我们可能不理解他，但是应该选择尊重他。更何况，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把他变丑。如果手术能让一个人消除痛苦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陆大夫智慧起来的样子还是很性感的，但我还是会感觉到不安呀。尤其是每次患者想通过整形来改变命运的时候，我这种不安感就特别的强。整形本来就是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手术的成败呢也是很主观的。你现在就应该把你这个心理状态调整好了，想明白什么是你能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啊。道理都懂了，这可能就是整形医生的宿命。我就不过去了，你过去给我多买2套，走。不是你请客吗？报销。打你个紧张了。出门。老板，哎，吃点啥？包有什么馅的？过来。有牛肉、酱肉、芽菜。给我来2个牛肉，2个芽菜。哎，好嘞。乔主任，是不是做的太自然了？我怎么还是觉得我的变化是不是很大？我下次的手术可不可以变化更大一些？下次的手术还是先缓缓吧。周主任，谢谢你帮我安排去上海工作。不客气。你去上海之前，要不要去老家见见你小姨啊？
你们想要干什么？你跟你表哥的轮廓是一模一样，这才是你换脸的真实原因，对吗？这跟你有关系吗？你们是医生，只需要把我的手术做好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不要管。林强，你以为做了手术就可以逃避过去吗？你还是会在梦里梦到那张脸。我去见过你小姨了。我其实一直很想梦见她。我倒是老梦见他，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可能还在生我气。你一定觉得我早就把乔伟的事情给忘了，忘不了，这种痛苦一辈子都忘不了。它已经变成肌肉记忆，在我身体里。痛苦不是件坏事，它能让你保持清醒。你们想让我顶着这张脸去见我小姨吗？难道你们不觉得残忍吗？你小姨跟我说，她是恨过你，但是她现在心里的伤痛，跟你这张脸没关系。本以为楚老那么闲云野鹤的一个人，能答应做个名誉顾问之类的虚职就已经不错了，这一下做个名誉院长了。看这格木飞速壮大，高兴。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你看，我们这个月来个张无忌，下个月呢来个张三丰。哎呀，我们格木啊，很快就要称霸武林了。可以，你能有这样的胸怀，我不由得赞叹一声，奇男子。哎呦，李总，怎么还当真了？哎呀，跟你说实话吧，变化太快了，不好适应啊。哼，我不是说楚老不好啊，这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张嘴闭嘴就是我那俩徒弟，那我在这墙上还哪有立足之地嘛？没听过那句话吗？越平静的水面下，水流越急。这世界上哪儿真的有铁板一块？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故事不知道吗？啊？别看整外最近这面上弄得轰轰烈烈，有挣钱的买卖。你算过他们这月营收吗？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果大幅减少，为什么？哎呦，那李总这么一说，我还真没细想啊。仔细一琢磨，还是这么回事。那李总，你的意思是？哟，我可没意思。啊，我就是说啊，科室合并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希望的啊。真话说多了呀，惹人烦；说太多了呢，也得罪人，我就不说了。反正老唐最近是被他们搞得头昏脑胀，再等等。
会有新变化。大夫说在哪个地方吗？到前面去问一下。哎，齐大成，哎，你瘦了啊？走走走，快走快走，早上没吃东西吧？空腹来的。新民，戚大成，工人戚大成，8年前因为一次工业意外，一根钢筋正好砸中了鼻梁这个位置，造成他的鼻腔、口腔粉碎性的损毁。那之后呢，虽然进行了4次的面部重建，但是依然脸不成脸。最痛苦的是，患者不仅仅是被毁容，伤口还引发了慢性的痛症，常年饱受折磨。疼，哪儿疼啊？头疼，头疼，脸疼啊！吃了这些止痛药也不顶用。意外后3年，戚大成经过乔阳医生找到了楚教授，因为楚教授在国外参与过脸部异体移植手术，这是戚大成唯一的希望。我在美国做过2次面部异体移植手术。这种手术呢，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进行的不过40例，每次用的医生很多，要上百人，手术用时很长，少则10几个小时，多则几十个小时。它不仅仅是皮肤的移植啊，它牵扯到面部的各个器官，而且最难的是必须一次性完成。所以说，这种手术的成功率不到50%。但这位患者齐大成他不一样啊，他不是全脸手术，他是半脸。手术难度会小一些，但换脸术还是整外最前沿也最有挑战性的手术。老楚，有几分把握？全世界成功的案例也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技术难度大，二是呢，愿意捐赠面部的家属是少之又少。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手术对捐赠者的年纪、肤色、面部的宽度、高度，以及前方轮廓和骨骼吻合呢，都是要求极高的。也因此，我们的捐赠库呢，始终没有合适的供体，配对成功的概率呢，也只有50万分之一。但是今天呢，供体终于出现了。喂，您好，邓兰先生生前进行了遗体捐献登记，您是他登记的执行人。请问您是否同意进行遗体捐献？5年来，3院的各个科室跟我都在积极准备和跟进着。我们做过3次的实地练习，主要是让大家掌握手术细节的每一步。因为目前这种技术核心啊，跟现在的科技水平发展来讲，我觉得不是最难。我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各个科室那么多医生集团性作战的相互配合。对细节的准备和把控，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陈院，这时间也不早了啊，我建议我原来的医生季主任和乔阳医生协助我做辅导。楚教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这个乔阳医生已经离开我们3院了。我还退休了呢。我来做一下解释啊。首先是这个患者通过乔阳医生来找到的，它主要牵扯到一个血管吻合的一个核心技术。5年了，除了我们组织的这种手术的练习之外，我想在座的各位愿意把自己更多的私人时间投入到这种遥遥无期的手术准备上吧？有吗？在座的，有了，请你们举一下手，我可能孤陋寡闻啊，让我看看。没有，但是有一位他没举手，乔阳医生，他一直在底下默默地进行着练习。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谁比他更能掌握这项技术的了吧？我想再带3位医生去吧，啊，作为替补，他不一定能上得了台子。这是医院的机会，也是医生的机会。只要参与了，这就是荣誉。各位，踊跃报名吧。那个，我先表个态啊，我是真心想去的，啊，但是皮可嘛，
就是帮不上什么忙嘛。李总，要不把我那3台成株手术给 cancel 了？我去。您说行吗？那我跟人家顾客说您放人家鸽子去观摩换脸业务了。那就给低年资的医生机会吧，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你们大家别客气哦。想去的呢就举手，让我们知道。我报名。我也报名。还有谁？哎，陆大夫，您这是举手呀，还是脖子疼？举手。行，那就陆子由、陈明杰还有魏小歇派你们3个代表格目去参加换脸的手术了。周主任，你也得去啊。我看了他那篇吻合血管逆行有力的2000批半医师的必修复文章，他那个手术血管吻合成功率特别高，很适合齐大成这种情况，所以我也想正式的邀请周主任加入这场手术。好啊，静雯、乔阳，我们师徒3个第一次合作做手术，我很期待。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楚老师给机会。时间急，任务急啊！现在我正式宣布，捐献程序正式启动。移植手术就是跟时间赛跑，必须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血管吻合，才能保证移植组织的成活。所以手术将分成2组同时进行，一组由厉主任和季主任带头，摘取捐献者的面部组织；另一组我和乔阳负责，切除齐大成面部的瘢痕组织，并完成移植。面部移植非常特殊，不仅要求功能上的恢复，更要外观上的和谐。我们必须保证在座的每一位医生对这台手术从头到尾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有清晰明了的认知。2组手术切除的组织大小、深度必须完全吻合，不能有一丁点的误差。我认为我们可以用导轨来辅助面部骨骼的切割，通过2块一样的模具把多余的部分切除掉，这样可以让它们的衔接的部分保持一致，也尽量我们可以让它无缝衔接，以保证捐献者和接受者他们的面部骨骼可以完美的契合。可以呀，这可以帮我们大大的缩短手术时间呀。高主任，这是您的主意吧？即便用模具，这么大的手术一定要定型，每人头骨都不一样，这是个问题啊。这就像2个不同型号的车要平衡一辆车，用的还是第3辆车的模具。我们手头这个模具虽然不够精细，但是它能够帮我们最大限度的切除大小一样的组织。等这2边分别切除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吻合了。之后再进行血管呀、神经的这些细节上的调整嘛。你像这种突发的手术，定制模具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事情。我们现在也只有不到5个小时时间了，每拖延1分钟，我们成功率就降低1分。行，我同意乔阳这个方案。好，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行。开始吧，抓紧时间。陈院，捐献者的家属不同意捐献了，要见手术负责人。流程没有问题，现在在外面闹的是邓兰父亲。其实老爷子本来也是同意的，但是到了门口又后悔了。让开，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呀，这地上多凉呀！咱先起来吧。老先生，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你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院长，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捐献喜欢做善事，也是我儿子的选择，我应该大力支持。我到了医院，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捐个心、捐个肾，都是可以，把脸挖了，我接受不了。非常理解啊。以后到了地底下，我都认不出我儿子了。哎，住院单我咋找不着了？在你那儿没？哪个住院单啊？我这儿只有个收费单嘛。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呀，你等一下，我去捡。哎呀，这人，这咋把人撞了，连个对不起都没有嘛？你慢点啊！啊。你小心点啊！
底下，底下那儿有一张。大成，齐大成，齐大成，嗯，能听见我说话哈？啊，耳朵有没有像蒙了一层？没有。头晕吗？不。心慌呢？没有。奇怪。做一个脑部 CT 吧，排除一些癫痫的可能。刚才测的血压是多少？160，也没有高血压病史。没有高血压，也没有贫血，突然就晕倒了。那以前有出现过类似没有，状况？都没有。行，我们先去安排。大夫，不会影响我做手术吧？先做一个全面检查吧。家属在休息室闹，供体不解决，怎么手术啊？就算能说服他，我们也不能打没把握的仗。病人的身体有问题，强行手术就是不负责任。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呀。我们准备5年了，不就为了今天吗？等了5年才终于等到合适的供体，现在只剩4个小时，我们选择放弃，这就叫负责任了。楚教授，齐大成身体怎么样？找到晕厥原因没有？从目前出来的报告看，一切正常。既然这样，先暂停吧。我知道都不甘心，可是齐大成突发的这个身体状况无法解释，盲目冒进，可能换来谁也无法弥补的遗憾。就这样吧，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你该不会也想放弃吧？你有什么想法？听我说，邓来了遗体谁也不许动，等我电话。哎，等一下！哎，朝阳，你干什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别逞能了。谁能保证我们还有下一个捐献者？我们现在放弃的只是我们准备的这5年。那齐大成呢？他要被放弃的可能是他的一辈子呀。反正只有3个小时了，这3个小时之内，要是解决不了齐大成的问题，我放弃。但在那之前，请各位务必留住邓兰，再给齐大成一次机会，拜托了，拜托了。你早上吃什么了？一大早想着要做检查，什么也没吃啊。咱不着急啊，你仔细回忆一下，除了做这些检查之外，你还干什么呢？早上起来就直接来医院做检查了，什么也没干啊。有没有家族遗传病史啊？什么意思？就类似于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有没有高血压啊、心脏病啊什么的？没有。颅脑 CT 结果出来了，没什么异常。怎么喘成这样？人太多了，等电梯太慢了，我一口气跑上来的，这不怕你着急吗？你刚才说报告单掉了，你从楼上跑下去捡？掉下。慢点儿，看着脚底下。是从那之后开始觉得痒了，啊，然后就晕倒了。你把裤腿卷起来。电梯是我摁的。那怎么了？啊，那回头见面详聊啊。我一会儿可以。哎，秦总，来介绍一下，这3位是咨询公司的评估专家，这是我们的秦总。你好，晴晴，来，哎，你带专家们先转转，我跟秦总有点话说。这边请。咨询公司，什么情况？我看完了，也您这表情。楚教授和2位主任今天去做换脸，要不等他们回来一块儿说。
别呀，就是因为他们不在大本营，才适合咱聊这个，要不然终究有点尴尬。实话说啊，最近这几个月，皮肤科跟整外从业绩上是越拉越远了。您说，咱现在专家实力越来越雄厚了，手术能力越来越强了，这业绩越来越不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您说这话，我当着楚教授，当着2个主任，我能说吗？是实情，当然可以直说。那我当您面，我可直说了。您再看看这个，如果人员、资产一合并，成本至少节约30%。这数据，老唐看过吗？这就是老唐安排的呀，那不然我能擅自请这评估专家呀？那秦总，您拿回去仔细着看。我呀，先陪陪专家。也曾独自站在没有月光的夜，望着你温软的身影，温暖你的也曾牵我，抱紧了这花瓣。